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吉档案，我是英吉。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事件发生在韩国，一名警察持枪屠杀无辜民众，成为了一个悍匪。而荒谬的是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女朋友在他身上打了一只苍蝇，他就血洗了好几个村子，造成了共计95人伤亡的惨剧。他就是载入韩国犯罪史册的宇范坤。宇范坤1955年2月24日生于韩国釜山市，父亲是当地的警察，母亲是家庭妇女。和很多男孩子小时候一样，他小时候最喜欢玩具枪，经常模仿父亲拿枪的动作，认为拿枪的感觉很酷。他的性格偏内向，而且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，所以成绩非常差。读中学时，全班65名学生，他最差成绩是排名63位。混过了几年，读到高中以后，家里发生了重大的变故。身为警察的父亲在即将升职的时候查出身患结肠癌，不久便离世。没人理解父亲的去世对他造成了怎样的打击，但就是从那一时期开始，他的性格开始变得异常暴躁。有一次在家里因为情绪失控，一拳打碎了一扇玻璃，并捡起玻璃碎片划伤自己的腹部。从这时候就能看出，宇范坤有时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，从而产生暴力行为，甚至伤害自己。高中毕业后，他进入了一所2年制的社区大学，但是他没有毕业，中途辍学后开始服兵役，加入韩国海军陆战队。这又是宇范坤的一个人生转折点。在学业上毫无建树的宇范坤，却在军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。可以说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。因为受父亲的影响，从小就对军事武器非常的热衷，在这里找到了尽情发挥的舞台。他非常擅长射击，被公认为那一时期军队中的最佳射击手。1981年从军队退伍后，他也和父亲一样，在釜山成为了一名警察，但是由于学历不足，只能在乡村的警察局工作。当时韩国所处的时代是全斗焕的独裁腐败政权时期，在韩国经常发生反对当局政权的民众抗议和学生运动。此时的政府为了迅速组成自己的暴力机构，就从速从简招募警察，扩充数量，作为镇压运动的暴力武器。警察的就职考试、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都只是走个形式，或者根本就没有。地方招募警察最看重是你的武力值，拿起电棍就能成为防暴警察。由此导致，此时的韩国警察内部充斥了很多职业素养差、专业能力差，甚至精神有问题的臭鱼烂虾。也是那一个时期，因为这些人的存在，韩国警方在很多案件中表现出的无能，被民众所诟病。这些警察其中就包括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宇范坤。他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喝酒，而且酒品极差，每次喝酒以后都会变得很暴力，经常对嫌疑犯动用武力私刑。同事都送给他一个绰号“疯老虎”。因为业务能力还算突出，最主要是有精湛的枪法技能在身，在乡村当警察期间，他却一直被一个重要的部门所关注，就是在汉城守护着青瓦台总统府的101警备团。可以说，能够加入警备团是所有韩国警察的最理想目标。除了身份待遇的提升以外，进入警备团并且通过考核，2到3年的时间就会在职务上直接晋升为高级官员。于是，在1981年4月份，身为乡村警察的宇范坤被破格调入警备团。可仅仅过了8个月，在当年的12月份，宇范坤被宣布不适合警备团的工作。这个事情很蹊跷，因为警备团涉及到保护青瓦台总统府，所以他们在全国范围寻找优秀的人才，除非对方犯了原则性的错误，或者是发现了其他原因，否则不会轻易再有调动。而宇范坤到底是因为什么被人踢出队伍，不得而知。他最后被安排到庆尚南道的宜良郡，那也是一个农村。8月的警备团生活突然又被发配到最基层，这个落差可想而知。他本人对这个人事调动非常不满意，但是又不得不接受现实。乡村警察没有什么升职的空间，因为没有大案可以去侦破，也就没有功绩。1981年12月，宇范坤到宜良郡的警察局入职后，发现在这里工作的大多都是即将退休的老警察。村里的设备落后，到处都是山地，村子里老人居多。因为是外来人，所以被安排在一个寄宿房里。即便如此，他在1个月内就交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全某。
认识不久后就进入了女方的家里，开始了婚前同居，但遭到了女方家人的强烈反对。因为当时的韩国社会，尤其是乡村民风非常保守，于范坤就和他家里人说会尽快去进行婚姻登记，等自己攒够了钱再办一场婚礼。而实际情况是，于范坤不但薪水太少，攒不下钱，有时还需要女方的父母接济，也经常在长辈的冷嘲热讽中度日，这让他变得很自卑，也很敏感。女朋友全某也知道他的脾气易怒的特点，二人也经常吵架。1982年4月26日，值晚班的于范坤按照规定应该在晚上6点到警察局上班。由于是一夜的执勤，所以他在午饭之后就开始睡觉。下午，全某进入房间后，看到了一只苍蝇落在了熟睡的于范坤身上。或许是出于好意，想让他睡个好觉，就决定把苍蝇打死，直接一巴掌就打了过去。结果苍蝇没打着，把熟睡中的于范坤给惊到了。于范坤直接起身，恶狠狠地质问：“我在睡午觉呢，你干嘛打我？”全某回答：“我在打苍蝇啊。”但于范坤的脾气加上这一时的起床气，根本就不相信他的理由，大喊：“当我傻吗？我知道你瞧不起我，凭什么直接就打一个睡觉的人？”二人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最后升级为暴力。于范坤将全某按在地上一顿殴打，住在隔壁全某的姐姐听见后马上过来拉架，结果也遭到了殴打。随后于范坤摔门而去，到了一家酒馆开始饮酒，大醉之后走向警察局。到警局后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女友的外甥，也就是另一位被殴打者的儿子，早已经在警局等着他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针对打人一事对他进行了大声的质问。这一事件让于范坤瞬间就产生了杀机，也成为了他打开心中暴力枷锁的钥匙。疯老虎即将出笼。在警局的旁边就是一个军械仓库，平时是由民防士兵看守，但是仓库的钥匙却在警察的手里。警察局内部管理制度就是一纸空文，因为相关的人员擅离职守，晚上没有醒酒的于范坤直接到钥匙的管理岗位，很轻易的就拿走了钥匙。出门直接走向军械库，拿出2支卡宾枪。卡宾枪的特点就是轻便，但是威力小，枪声也很小。他又拿出180颗子弹、7枚手榴弹，全部武装以后才被警局的人发现。于范坤朝天放了2枪，所有人瞬间退散。他进入警局室内，切断了所有的电话线。走到门口时，看见路上有一个行人路过，他毫无征兆地举起枪，一枪将其毙命。死者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，也从这一枪开始，27岁的于范坤完全失控，开启了自己恶魔般的杀戮。他先路过一个市场，在那里朝人群随机开枪，3人当场死亡。之后继续向前走，来到了当地的邮局。当时的邮局值班的是2名接线员，都是女性。这里是除了警局以外唯一能与外界联系的地方。晚上9点45分，于范坤开枪打死了2个接线员和一个在值班室睡觉的男性安保人员，破坏了所有对外的通讯设备。村庄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座孤岛。下一个目标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，女朋友家。去的路程中，他在路上开枪打死了1名妇女，又打伤了1个儿童，朝正在聚会的人群扔了1颗手榴弹，导致6人死亡。到女友家后，开枪打死了全家所有人，但是女友全某并没有当场死亡，后期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，在生前留下了拍苍蝇和于范坤杀人动机的证词。也正是在此时，一位地方民防部的官员正在村子里，看到这些暴行以后，直接到警察局，发现所有的通讯已经被切断，马上开车到几公里以外邻村的警察局通报情况。知道于范坤有武器装备后，警局也准备荷枪实弹与之对抗。结果这里也出现了责任不清的问题，竟然没人知道军械库的钥匙放在哪儿。一般韩国警察发生武装袭击，警察都会被要求马上通知军队处理，但是当地的警局领导对事态严重性的预估出现了失误。而且匪徒原是一名警察，他害怕这事惊动高层，从而影响到自己，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军队，只想自行解决。于是所有人找一把钥匙，就花了40分钟时间。在此期间，于范坤又在一个市场杀害了即将下班回家的7位居民。听到人群的惨叫和枪声以后，所有人都将家中的房门紧锁，把所有的灯都关闭。此时，于范坤直接离开，于晚上10点50分到达另一个村子，发现有一户的院子里通亮，聚集了很多人，是这家的主人正在招待前来参加葬礼的亲友。
于范坤径直走入院子中，所有人看到他身上带着2把枪，都感觉很诧异。他和主人解释说自己是警察，正在巡逻，路过前来表达对死者的敬意，还从口袋里掏出3000韩元的慰问金。这家主人就邀请他一起用餐。于范坤在这里又喝了10分钟的烧酒，跟旁边不认识的人抱怨自己的工作，非但没有得到同情，反而一个同样喝醉的人走过来冲他大喊：呀，为什么拿枪来参加葬礼啊？于范坤二话不说，拿起枪直接将这人打倒，起身以后开始盲目射击，在这个院子里打死了20多人。于范坤走出院子以后，开始寻找有亮灯的建筑物。他在一家商店买了2瓶可乐，并分给了坐在身边的高中生1瓶。2人聊着天，喝完可乐以后，于范坤起身将走之时，举枪把这个学生打死。随后他在药店、五金店、理发店、住宅见到人就开枪，还特地去杀了一个曾经追求过却拒绝了自己的女子。杀到了4月27日凌晨1点半，他突然感觉很困，就在一户杀掉的人家里睡觉。而此时的韩国警察已经集结了30多名警力，却并没有主动出击找到于范坤将其制服。在简单的搜寻无果以后，他们忌惮匪徒在暗处，自己在明处，而且都知道他枪法神准，容易遭到打击，所以他们改变策略，集中起来，也躲在暗处埋伏，等着于范坤自己出现。就在他们埋伏的时候，于范坤足足睡了将近4个小时。早上5点30分，他醒来后又走到另一个村庄。神奇的是，经过1夜的屠杀，一路上竟然没有任何警力部署。他进入村子后，随即叫醒了一户人家，并挟持了这一家5口人作为人质。最后在警方将其包围之时，他没有做任何犹豫，直接引爆了手中的手榴弹。屋内一共6人，炸死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人。历经8个小时，5个村落的屠杀也在这一声巨响过后而彻底结束。这一罕见的屠杀事件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，伤亡人数每个国家每个时间报道都有所不同，准确的数据是共计95人伤亡，56人在本次屠杀中当场死亡，6人后经治疗无效死亡，33人不同程度受伤，很多人即便伤愈以后也留下了终身的残疾。死者中年龄最大的是70岁老人，最小的则为刚刚出生1周的新生儿。事件中，当地警方处理不力，行动迟钝，贪生怕死，暴露了他们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不足，预案准备不充分，职业素养、专业能力基本为零。事后，警察局长和几个直接责任人全部以渎职罪被逮捕。愤怒的民众强烈要求总统全斗焕和内阁总理辞职，最后韩国内务部长辞职，由卢泰愚继任。于范坤罪恶的一生真正的经历了大起大落。在上学时期是成绩最差、最不起眼的一类，参军后却得到了最顶级的认可。高光的军队生涯，退伍后却只能任职乡村警察，从业不久又升入待遇最优的警备团。正以为自己的人生即将迎来黄金时期，却又被打回原形，跌入谷底。表面上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一只苍蝇，可本质上韩国当局的内部腐败，致使基层警察招募工作的管理流程缺失，才让于范坤这种人有了可乘之机。每年的4月26日，当地人都会举行悼念活动，以纪念当年的所有遇害者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如果还满意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，我谢谢你啊。